乌军绝地反击，俄军训练14万预备役。最近的乌俄战线又更新了，乌军在康斯坦丁尼夫卡与第聂伯罗地区打出了漂亮的反击，无人机更是突破莫斯科防空，冲到了距离克宫仅50公里的地方。为了维持进攻，俄军已训练14万预备役士兵，只是这点兵力能否帮助俄军开展新攻势还是未知数。面对乌军的袭击，俄罗斯发起自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攻击，在53分钟内发射大约40枚弹道导弹。在短短19天之内，俄罗斯就已经消耗锆石年度产量的2/3。那么，当前乌俄战线到底发展到哪儿了？俄军的预备役士兵又是怎么来的？最近这几天的乌俄前线可以说是好戏连台，最较弱的东部战线，也就是康斯坦丁尼夫卡，俄罗斯从5月份开始就在各大频道和新闻里吹牛，声称他们已经完全占领了康城。结果乌克兰第425斯卡拉突击团直接用实际行动教他们做人。综合诺尔报告等多个军事频道的消息，乌军在康城发起了一场反击战，利用 FPV 无人机在空中进行全方位的定点清除，然后派出精锐的小股步兵部队突袭俄军的控制区。就结果来看，第425突击团不仅撕开了俄军的防线，更是直接攻入康斯坦丁尼夫卡的文化宫一带。几名乌克兰勇士顶着炮火在文化宫的大楼重新插上了乌克兰国旗。不过，作为一名理智的乌粉，火力军必须客观地说，虽然升起了国旗，但乌克兰在康城依旧面临着不小的压力。这一轮的反攻，目前来看还属于战术级的局部反击，目的是改善防御态势，并不是全面反推。康斯坦丁尼夫卡的大部分区域仍然处于灰色地带，乌俄双方谁都没有建立起十分稳固的立足点，未来两军将会在该地的废墟中持续缠斗。在红军村方向，俄军依然没有停止进攻，俄罗斯军事博主还在嘴硬，声称俄军从米尔内南部推进了多少，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取得任何有战略意义的进展。一直在红军村活动的乌克兰旅报告，俄罗斯的突击队利用夏季茂密的植被作为掩护，秘密骑着电动自行车往前线运兵。你没听错，电动自行车。俄军为了躲避无人机，居然沦落到要骑电动车上战场，这画面想想都觉得可笑。相比之下，乌军的反击颇有成效。早些时候，一架乌军的米格29投下2枚 GBO 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俄军无人机控制基地。从画面看，俄罗斯所在的房屋瞬间被剧烈的爆炸吞噬，浓厚的黑烟冲天而起。不仅空军在炸，乌克兰的地面炮兵也没闲着。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乌军炮兵成功袭击了俄军在新埃科诺米奇附近的一座重要公路桥，这座桥是俄罗斯用来运送弹药和补给的关键生命线。在南部战线，乌军很可能已经解放了辛帕夫利夫卡。乌克兰军事观察员科斯蒂安廷·马肖维茨称，乌军正在清理辛帕夫利夫卡，并且继续向镇南推进。菲利亚地区现在已经变成灰色地带，俄军似乎被打得节节败退，只能在定居点以南苦苦坚守阵地。马肖维茨指出，辛帕夫利夫卡的部分地区，乌军的推进深度达到了9至10公里。俄罗斯显然是慌了。马肖维茨的情报显示，俄军最高指挥部可能已经急眼了，他们把俄罗斯第90坦克师还有第41联合兵种军从中央部队集团紧急转移到了东部部队集团救火，并且可能将该师的作战指挥权直接移交给了东部军区第29合成集团军。就结果来看，俄军中央部队的防区现在被强行拉长到了辛帕夫利夫卡，东部部队更是要管到胡利亚波尔。战线拉得越长，防御就越薄弱，乌军突破的机会也就越大。前线死伤惨重，为了维持攻势，俄罗斯只能抓壮丁，准备了14万预备役填坑。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叶夫库罗夫最近在会议上宣布，自年初以来，俄罗斯已经训练了超过14万名军事预备役士兵。为了加快速度，他们在2026年上半年搞了40多场士兵演习，甚至把107名从乌克兰战场退下来的突击队指挥官塞进训练营当教官，美其名曰引入作战经验。按照俄罗斯的话来说，这是预备役，只负责看守国内的关键设施。只是因为兵源枯竭了，2025年年底，普京签了一项法律，允许国防部动用高达200万人的动员储备。说预备役，结果法律一改，直接把他们送到乌克兰前线当炮灰，就看具体时间了。这不是随便说的，俄军的兵力问题，火力军已经提到很多次了。2026年，俄罗斯甚至开始向国内的企业强行摊派名额，对那些没有完成抓壮丁配额的公司开出天价罚款。基洛夫的普列谢企业、萨尔马什工厂全被罚了，企业们叫苦连天，说愿意去送死的人根本不够。就连财大气粗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都不得不跟国防部签合同，自己组建移动射击小组来保护设施。没办法，因为防空部队被调到乌克兰或重点城市，防空极度空虚。甚至有报道指出，因为前线攻势彻底停滞，伤亡数字极其恐怖。莫斯科极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撕下面具，发起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全民动员。俄罗斯的征兵办公室现在已经开始慌了，
一旦动员开始，火烧征兵办公室的情况绝对不止一例。前线的战报好看，但对乌克兰粉丝来说，最让人振奋的消息在后方。之前火力军聊过费多罗夫被解职，大家都在担心乌克兰内部会不会出乱子。现在好消息来了，所谓的内讧危机彻底解除。据 Next 新闻援引乌克兰总统顾问的话表示，费多罗夫与希尔斯基之间的冲突即将结束，费多罗夫极有可能被泽连斯基直接任命为国防军事技术和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的负责人，名字很长，职权也很大，依旧负责无人机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重点是费多罗夫可以直接向泽连斯基汇报最核心、最具体的事务，完全不需要再经过国防部与总参谋部那些频繁的审批。不仅如此，泽连斯基还打算让他建立一套覆盖全军的后勤数字化控制系统，杜绝贪腐，提高效率。火力军早就说过，费多罗夫是乌克兰科技战的绝对大脑，他在欧美社会的口碑极佳，大家都买他的账，让他继续扩增同美欧的互动，吸引外国的技术投资和援助，绝对是一招妙棋。就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费多罗夫与希尔斯基虽然在战略上分歧，但对于乌克兰来说，二者都是必不可缺的。泽连斯基要做的不是放弃某一个战略，而是在中间调和，就像现在这样。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以费多罗夫为代表的乌克兰改革派力量回归权力核心。俄罗斯之前还在电报上庆祝费多罗夫下台，现在他们的笑容要永远僵在脸上了。费多罗夫还没正式上任，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就已经提前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莫斯科又挨炸了，距离克宫只有50公里，这还只是大礼包的一部分。据俄罗斯官员和公开消息报道，乌克兰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群突破俄罗斯防空，对莫斯科发起了夜间袭击，达到了距离莫斯科市中心以东约50公里的诺金斯克镇，这离克里姆林宫，也就是普京的卧室，只有不到一脚油门的距离。莫斯科州州长安德烈·沃罗比约夫灰头土脸地出来承认了袭击。这次被炸的是一座油库设施，据报道，这个油库运营着24个巨大的燃料储存罐，总容量高达11500立方米，专门负责储存和分销汽油、柴油，服务于莫斯科地区的燃料供应商。视频显示，附近城市的物流设施燃起了冲天大火，浓烟遮蔽了半个天空。莫斯科这地方，俄罗斯部署了密集的防空网络，从铠甲、道尔再到 S-400防空阵地，结果乌军的无人机依然想炸就炸，防空系统完全成了摆设。除了莫斯科，克里米亚乌克兰也没放过。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宣布，在这短短2周的行动中，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已经把克什海峡渡轮的运力硬生生打掉了75%。自从克什大桥被乌军炸得千疮百孔，限制通行之后，这条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渡轮航线就成了俄罗斯在南线驻军绝对的物流大动脉。波罗夫迪表示，这里面大约80%的交通流量全都是为了满足俄罗斯国防部的军用需求，每天都有弹药和坦克通过渡轮运进克里米亚。在乌军动手之前，这里有4艘主力渡轮，拉夫连季号、帕纳吉亚号、耶斯克号和玛利亚号，还有一艘备用的 SKS-1 号，他们每天能运输180到250辆军车。然后乌军的无人机就开始了追杀。7月12日和13日，乌军无人机精准袭击了叶伊斯克渡轮，这艘船被炸成重伤，被拖往克里米亚。波罗夫迪放话，这艘船废了，永远也别想再返回航线。备用的 SKS-1 号更惨，在7月7日、12日和13日连续3天遭到乌军饱和式打击，现在直接沉到了卡密什布伦港的海床上，修都修不好。马蒂亚号渡轮也在7月份被乌军无人机安全局反复狂轰滥炸，彻底报废。剩下的2艘拉夫连季号和帕纳吉亚号虽然没沉，但也失去了自主航行能力，现在只能靠着拖船拉着走，运输能力大打折扣。原本5艘渡轮的庞大运力，现在3艘报废，2艘半残，运力暴跌75%。俄罗斯驻扎在克里米亚和赫尔松的南线兵团，现在看着空荡荡的弹药库，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这就是乌克兰的莫洛奇卡行动。除此之外，恩格斯空军基地也传来新消息。之前我们聊到，乌军无人机突袭了俄罗斯的恩格斯2战略空军基地，当时俄罗斯嘴硬说全部拦截了，现在证据来了。据开源情报组织 AVI Victor 发布的图像，以及 Plant Labs 的超高清卫星图像证实，7月16日的空袭中，一架俄罗斯的图9 MS 战略轰炸机被乌军彻底击毁。卫星图像显示，这架飞机不仅停机坪周围被炸得一片焦黑，飞机本身的结构更是严重受损，尾部完全被炸毁。对于这种老旧的战略轰炸机来说，这种结构性损伤意味着它彻底报废，永远无法修复。对于俄罗斯来说，图95这种国宝级的战略轰炸机毁一架少一架。自从2025年6月乌军发动蛛网行动，炸毁多架俄罗斯轰炸机以来，俄罗斯就把大部分轰炸机都转移到了远东，但他们为了轰炸乌克兰，依然要把飞机飞回恩格斯基地装填导弹。结果这一次被乌军逮了个正着。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火力军相信乌军的无人机以后会常去恩格斯基地串门的。俄罗斯看到自己的油库被炸，渡轮沉没，轰炸机报废，普京彻底破防了。他们开始了报复，对基辅发动了自全面入侵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攻击。7月19日夜间，俄罗斯在短短53分钟内发射大约40枚弹道导弹，乌克兰空军记录到了166次空中威胁。俄罗斯不仅发射了125架各型无人机，更是一口气打出了10枚最先进的锆石、25枚伊斯坎德尔 M 或 S400 弹道导弹、3枚奥尼克巡航导弹、3枚 KH-5969 制导攻射导弹。虽然乌军及时进行了拦截，但还是有23个地点发生导弹袭击，10个地点发生无人机袭击，18个地点有无人机残骸坠落。这种疯狂的背后暴露的却是俄罗斯军工产能的虚弱。根据乌克兰空军与地区空军司令部的数据，在7月1日到19日这短短的19天里，俄罗斯总共发射了107枚弹道导弹与20枚锆石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估算，俄罗斯军工累死累活每个月也就能造大约60枚伊斯坎德尔 M、40枚 S400 导弹，合计才100枚左右。结果他们半个月就打出去了107枚，已经超出每月的生产极限。再疯狂透支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库存。更夸张的是锆石，这种造价昂贵的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计划在2026年全年的产量只有区30枚，结果他们不到3周就打出去了20枚。也就是说，俄罗斯在短短19天内把全年锆石导弹产能的2/3打光了。只能说现在的俄罗斯完全依赖之前慢慢积攒的库存，一旦这波库存打光，他们的产能根本跟不上前线的消耗。俄罗斯把这种压箱底的武器都当白菜一样扔出来，说明他们是真急眼了。而且美欧的导弹专家也发话了，锆石根本算不上什么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顶多算是个准弹道导弹。虽然拦截难度大，但并不是无敌的。因为乌俄战争，俄罗斯海军已经全面萎缩。自2013年以来，俄罗斯首次在地中海没有军舰。根据开放源监测组织俄罗斯军队观察者的确认，7月1日，最后一批俄军舰艇灰溜溜地离开了地中海，俄罗斯的地缘影响力全面衰退。首先，土耳其太不给面子了。乌俄战争一爆发，土耳其直接搬出了蒙特勒公约，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严禁任何参战国军舰通过。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直接被困死在黑海这个大澡盆里，进不来也出不去，根本没法和地中海的舰队进行轮换。其次，更惨的是在叙利亚，原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海军后勤基地，但随着2024年底叙利亚内部局势的动荡，俄罗斯在那里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对这个后勤枢纽的全面控制权。没了补给基地，舰队只能卷铺盖走人。6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卡萨托诺夫上将号护卫舰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港口转了一圈，找找存在感，最后就彻底离开了地中海。10多年来，这还是头一回。虽然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可能以后还会想办法回来，比如去苏丹红海沿岸求爷爷告奶奶建立一个新基地，但这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俄罗斯的海军实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最讽刺意味的是，在俄罗斯撤出地中海的同时，乌克兰却把力量投射到了这里。据可靠消息，乌克兰人员已经在利比亚西部建立了据点，并且利用海上无人机专门打击那些在地中海与俄罗斯有关联的走私船只。俄罗斯的军舰被迫撤退，乌克兰的无人艇却杀进了地中海。这一进一退之间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不仅在慢慢输掉战场，更在输掉全世界。顺带提一嘴，因为俄军空袭太猛，罗马准备推出一款全新版本的爱国者导弹，代号 PS3 ACE， 价格直接腰断。现在的 PS3 MSE 增程型导弹打一发大约要烧掉400万美元，而这款新导弹的成本连一半都不到。罗马这次突然这么良心，原因很简单，防空需求爆表。乌俄战争爆发后，爱国者导弹系统直接成全球最抢手的防空保命神器，基辅靠着它把俄罗斯吹上天的导弹拦得死死的。中东那边也不消停，伊朗到处惹事，波斯湾局势高度紧张，大家都在疯狂抢购防空武器，这就暴露了美欧军工体系的短板。先进导弹供不应求，产能根本跟不上消耗，加上现在各种初创企业都在疯狂搞低成本量产武器，罗马要是再不弄点高性价比的东西出来，以后这生意可就难做了。在英国法恩堡航空展上，罗马的高管放话，前线战士需要的是经过战场验证并且预算吃得消的武器，他们计划在36个月内开启初步生产，还要拉着欧洲的盟友一起干，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只要这款低成本爱国者一落地，加上波音导引头的产能爆发，俄罗斯再想用破铜烂铁的无人机搞消耗战，那是彻底没戏了。乌克兰的天空只会越来越硬，胜利的天平也会倒向正义的一方。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康城俄乌双方还能打多久？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